自从 AI 出来后，就有很多人说我要失业了。加上最近我的好友宇科君在与 GPT 的图寻对战中输了，这就让我愈加好奇，究竟现在的 AI 在图像处理推理方面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那么今天就由我来和全球顶尖 AI 之一 ChatGPT 进行一场对决，而且你们绝对猜不到，最后我为了报复 GPT 都干了些什么事。为了做这一期视频，我测试了市面上的多个 AI， 还特意向远在法国的老张借来了一个付费版的 GPT。 经过对比各个推理模型，最终选定了图像解析度高、推理深度高、数据查找范围大、思考时间更长的 ChatGPT O3 高级推理模型。此外，我特意选取了7张难度不高的、有解决办法的照片，以及1张我无法解答的照片，分别从不同维度、不同解题方式挑战 GPT 的图像推理能力。每张照片我都会给出我的解题思路，同时比较 GPT 推理过程的区别。规则如下，只要 GPT 能找到正确答案， GPT 就胜出，毕竟 AI 解题用时会比人类短。假如 GPT 答案错误或偏离答案太远，则 GPT 失败。挑战开始。第一局，测试与试探。开局，我想先测试一张网络上已经有完整推理流程及答案的照片，从第2局才开始使用没出现过的照片，以此来试探一下 GPT 的数据是否会爬到我的视频图文，同时初步了解一下 AI 的解题步骤以及技巧。因此本局我选用了寻找亡妻故乡的那一期的视频，北斗加起来650万的播放，外网也有1万的播放，而且视频发布也有1年时间了。如果 GPT 数据爬过我的视频，那么它应该会立马出来流程与答案。结果当我把照片发给 GPT 并贴心的告知就在河南鲁山县4棵树乡后，它经过了长达3分多钟的思考，使用了图像分析、词组模糊搜索、网络匹配山形后，它居然跟我当初推理的第一步一模一样，找到符合山形状的地方了，并定位到了4棵树乡的镇上。但是我们寻找对比图像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它是通过模糊搜索把附近的山都试了一遍，最后匹配到的目标。而我是从人出发，既然是人拍摄的照片，我就通过自媒体寻找并匹配的图像。随之进入到第2步，我继续要求他把定位精准到米级范围内时，他却出错了，并没有使用视角线的方案，而是继续使用山轮廓的方案，认为山轮廓正确就是答案的所在，最终定位到了镇附近的地方。然而这个解题策略是错的，当我们视角垂直于山形走向的时候，拍摄地无论前移还是后移，在一定距离内，山的轮廓都几乎不变的。好吧，最终他错误定位到了正确答案后面的镇上，而我的办法是视角线相交存在唯一的点，而这个点即是答案的所在。因此正确答案是沃沟村的这路上，而并非镇上，详情可观看往期的视频。第1局我险胜。第1局让我对 AI 图像识别推理有了初步认识。AI 可能会爬视频文字内容，但是并不会识别视频内容的图像，它们只转化文字内容进行学习。AI 喜欢进行模糊搜索，利用大海捞针的方式找匹配的答案。AI 目前还不会图像的深度处理，大多数是图像匹配。第2局，局部识别的能力。在第1局的时候，我发现了 GPT 的 O3 模型是拥有局部识别的能力的，它会截取图像的一部分进行单独的分析推理。因此这一局我特意选取了1张线索很微妙的照片，试探一下 GPT 的局部识别能力。GPT 很精明，一开始就通过环境把范围缩小到黄河三峡附近，随之通过相关字眼的模糊搜索加局部识别，找到了刘家峡，最后通过路面与农田信息定位到了黄河三峡的太极湖。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答案对不对吧。其实 GPT 在进行局部识别的时候就已经框选对了地方了。没错，这张图的突破点就位于这里，框选这里进行图像识别，
会找到这里是刘家峡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地图中找到这里，恐龙隧道口都对上了。接着分析图像，地质公园附近这里的山脊切线农田过来，就可以发现拍摄点了。随之在地图上进行划线操作，最终发现这张照片的拍摄点就位于永靖县三马台附近的这里，而并非7公里外的太极岛。第二局 GPT 输了。免费版的 GPT 只会对整张图进行识别，而 O3 模型它不单只会深度思考，还会对图像的局部进行采集识别，为推理提供更深层次的数据支持。可是我发现 GPT 的局部采集是很随机的，它每次局部采集的区域都不一样，因此得出的答案也五花八门。我对同一张图像进行多次提问，有时候答案甚至去到100公里外的白银市，而答案最接近的一次就定位到了三马台与太极岛之间的山上。看来 AI 还要增强区域识别能力和采集的准确度啊。第三局编程。众所周知 AI 刚出来那会自带的编程能力就让人眼前一亮，所以我就准备了一张需要编程的照片，以此来测试 GPT 的编程推理能力。此照片的出题人出题时间正好就是拍摄时间，因此出题者的 IP 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于是我把 IP 信息也告知了 GPT， 希望能增加它答对的概率。可是当我把照片发给 GPT 后，它还是使用一如既往的策略，局部识别加模糊搜索，以此来匹配想要的地方。何为模糊搜索呢？当它局部视图到竹林和高铁铁路后，它就搜索广西、竹海、高铁站等相关字样，希望以此匹配上合适的答案。可是整个广西这样的场景那可太多了，假如搜索结果中没有合适的， GPT 就会继续寻找线索，继续模糊搜索。但是这个办法的缺点是很难匹配到网络数据少的地方。最终 GPT 经过一通分析匹配后，定位到了广西贵港的三里镇。那么这答案究竟是否正确呢？就如我前面所说，这张照片的核心解决办法是代码编程。生成结果导出到遥感地图，就可以看到整个广西符合代码描述的目标了。接着分析照片的地形，由图可知，穿过河流铁路很远才到山脉，这说明拍摄地为平原。然后删除不符合地形的目标，就剩下这些了。最后调整拍摄地视角，对山峰轮廓进行匹配，不久就能找到符合的目标了。贵港市平南县武林镇。那么远处的这些高楼就是大安镇的了。经过地图与搜索的匹配，照片最左的这栋褐色楼顶的是大安镇的京通乐府，轮廓及颜色一模一样。而最右侧的这里是新建的大武古镇楼盘。另外图中的这栋房子经过航拍，原图与地图的对比，就位于这里。从大武古镇的东侧画一条线出来，穿过这房子的西侧，再穿过河流，最后落点到这里。因此这张照片是在贵港市平南县武林镇武林中学附近拍的，出题人也证明了答案的准确性。第三局小弟我连战皆捷。通过第三局可以看到， GPT 对于图像的分析推理仅停留在局部识别加模糊搜索，即便解题有更好的办法，有他更擅长的编程，但他依然选择了最原始的步骤，不太会变通。我甚至怀疑 GPT 并不会利用代码进行图像识别类的推理解题。第四局国外城市景色。一般来说，城市景色的信息会更多，精准度要求会更高。随之我给 GPT 喂了一张国外的城市景色，
结果 GPT 第一时间就发现了这个 I-278 的路牌，精准定位到了高速路上。推理期间，他对路远处的这个建筑十分感兴趣。一开始他还猜错，以为是 Domino Sugar 或者曼哈顿的 1WTC。跟随着 GPT 的步伐，我顺便搜索了这两个建筑的地方，发现这两个建筑根本不在 I-278 的正前方，也就是说 GPT 的猜想是错的。正当我窃喜的时候，他居然纠错了自己，并通过分析对比，发现这是 Brooklyn Tower， 这居然给他改回来了。我核查了一下，那座塔确实是 Brooklyn Tower。最终 GPT 仅用了路牌和远处的 Brooklyn Tower 做核对，就准确定位到了答案的所在地——纽约布鲁克林 Brooklyn Queens Expressway I-278 西向车道。而我与 GPT 不同的是，我看到这张图的第一眼是这个建筑，通过这个建筑找到这里的，我压根就没留意到右侧的路牌，这居然给 GPT 答对了，而且用的不同的方法，用时也很短。第4局 GPT 胜，这毕竟是 GPT 的老家， GPT 赢了这局，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毕竟城市的信息会更多。但让我惊奇的是， GPT 居然还会自我纠错，这是我万万都想不到的。这局我输的不冤，会自我纠错的 GPT 有意思。第5局国内城市景色，既然国外城市景色你手到擒来，那国内的呢？既然你那么喜欢局部识别匹配，那我这局就给你一张你喜欢的照片吧，这张就可以通过局部识别得到答案。一如既往，我把照片丢给 GPT， 并因为出题者的 IP 贴心的提醒他这地方有可能是四川，然后 GPT 也一如既往的局部识别加模糊搜索等操作，选定了可能的区域，再对可能的区域进行资料搜索，看能否找到与图片相似的地方。如果找不到，再换一批词汇继续模糊搜索，像极了一个网络迷踪的初级玩家。最后 GPT 经过将近7分钟的分析推理搜索，匹配并核对了7、8个地方，最终选定了成都的劳动人民文化宫。打开街景图，找到了 GPT 提供的答案。这里确实有玻璃建筑和桥，与原图的元素匹配了，但明显这里不是正确的答案。这张照片其实并不需要出题人的 IP 四川作为提示，我是通过左侧的建筑进行突破的。如果单纯对图像进行识别，会很难匹配出答案。一方面图像匹配会有干扰项，例如如果我框选整体建筑，那么背后的建筑以及白云都会成为干扰项，会影响匹配结果。另一方面，你永远不会知道匹配到的图像是以什么角度匹配成功的。因此，遇到这种情况，有2种解决办法：一、频繁调整识别区域，降低干扰，提升识别度；二、改变图像的角度，例如拉伸斜切以模拟正视效果，水平翻转以模拟相反角度的拍摄效果。最终，通过识别此建筑的水平翻转后的图像，在结果中找到了极其相似的地方，两者几乎一样的米黄褐条纹，很可能就是这里了。匹配结果所在的网页中介绍，这是成都万科理想城的周边商业。点击下一张图，就找到了原图中的玻璃幕墙，目前已经能100%确认是这里了。继续点击图册，就能找到文字信息：四季中心西广场。地图中找到成都四季中心，点开街景图，确认就是这里了。第5局我又赢了。终究 GPT 还只是个 AI， 并不能像真人一样灵活。即使在图片识别的领域，虽然它能够识别局部图像，并对该局部进行识别搜索，但是却没有考虑到图像的编辑调整，可能会匹配出更佳的答案。GPT 你还得努力啊。第6局老照片。其实老照片是很难进行图片识别的，因为大部分老照片都整体偏黄，因此在视图时经常与其他毫不相关的老照片错误匹配在一起。所以第6局我特意找来了一张很简单的老照片，估计很多云南的小伙伴看到这张照片已经知道这里是哪了。
当我把这张老照片发给 GPT 后，它先是通过植被判断出这里是中国南方的热带地区，这点很好。接着，它也识别到了图中人旁边的雕塑了。然而，后面的却是一些胡乱的搜索，经过4分半钟的挣扎，最终认为在海口人民公园的概率是 70%， 胡志明市是 25%， 其余华南滨湖公园 5%。这就很尴尬了，真正的答案这3个都不是啊。其实人工简单匹配就能找到，真正的答案是云南西双版纳的孔雀湖啊。第6局 GPT 你输的没意见了吧？看来 GPT 有所有视图软件的通病，对老照片的解析并不完善，容易被老照片的清晰度和底色所影响。此外，我还发现了 GPT 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在它判断出这里是中国南方的热带地区后，它模糊搜索的都是海南、广东，后面实在匹配不到，就跑去越南胡志明市找答案。等下，你是不是忘记了中国的热带地区不止海南和广东啊？这你输的不冤了吧？第7局空间想象能力。其实考验 AI 空间想象能力的，归根结底就是图像转化成平面缩略图的能力，利用平面缩略图在地图中找到匹配的结果。既然你那么喜欢视图加模糊搜索，那我这就给你准备一个无法视图、无法模糊搜索的图。为了找这么一张图，我翻了很多评论区的照片，感觉总差那么一点，要不就图像清晰能够钻空子，要不就是国内照片对 GPT 不利。最终经过筛选，我选择了往期视频的一张照片，西班牙的，让 GPT 你应该有足够的数据，而全图却只有轮廓，没办法给你进行视图和模糊搜索的。不知道有没有老粉会猜到是这一张照片呢？如上所述，这张照片除了用空间想象力转化平面图进行地图匹配外，我也想不到什么其他方法了，因此这张图就很能够验证 GPT 的空间想象力。把照片丢给 GPT， 并贴心告诉他拍摄地就在西班牙。推理开始， GPT 很厉害啊，立马就能识别是日落、海边、桅杆，很牛。不久的功夫，码头与拍摄高地也给他知道了，看来 GPT 已经成功一半了。接着连拍摄朝向都推测正确了， GPT 可以啊。接下来 GPT 只需要正确勾勒图像的平面缩略图，那么答案就呼之欲出了。最后经过近6分钟的分析推理， GPT 定位到了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大区圣玛利亚港附近的 Playa de la Muralla。 然而当我地图中找到这个地方，我人都懵了。 GPT 这不是乱来吗？你自己都斩钉截铁的拍板这是日落向西南拍的照片，但是从你这个地点来说，这只可能日出向东南才能拍到沙滩和游艇码头啊。原图是这样，这是我认为的平面缩略图，而这是 GPT 认为的平面缩略图。 GPT 想象的这地方明显跟原图并不匹配啊，这更像是 GPT 把所有元素凑合起来，不需要考虑方位而出来的位置关系。而这张图的拍摄所在地是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巴塞罗那省的比利亚努埃瓦和赫尔特鲁，具体的整个推理过程可以参考往期视频。那么第7局 GPT 你输的不冤了吧？第8局无解。前面都是我能找到的，最后一局我想出一个我认为无解的照片，看 GPT 是如何应对的。就是这一张，我觉得除了和打机或本地人外，很难从照片本身找到这里了。当我把照片发给 GPT 后，与以往不一样，他经过半分钟的思考就放弃了对它的定位，只给出可能出现这样场景的省份。那好吧，看来我和 GPT 都是识趣的，遇到这种照片就果断放弃。第8局我觉得 GPT 赢，毕竟他还能想省份，而我省份都懒得想了。而且翻看评论区，出题人也声称照片就是在河南拍摄的，与 GPT 推测的省份相符。 GPT 牛啊！这时候可能就会有人说，不对啊不对啊，现在的 AI 甚至在厕所的照片都能定位，怎么可能连这个都找不到？那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吧。一，
其实 AI 的本质就是视图，当它看到你照片像哪个地方，它就认为是哪个地方，至于是否真的在那个厕所，不得而知了。还有一个最大的被人忽略的点，你们有没有发现，每次我问 GPT 的时候，它都会解析一下照片的 EXIF 和 GPS。当快门按下的那一刹那，拍摄地的经纬度坐标已经被记录在照片的原文件内了。如果你把手机里的照片直接发给 AI， 它就会直接读取经纬度信息，也就是 EXIF 和 GPS， 从而得知你的照片是在哪拍摄的，并准确告知你答案。而你们平时发给我的照片都是经过平台压缩和数据抹除的，这对我实在太不公平了。这时候我心生一计，我决定要捉弄一下 GPT。 我把刚才 GPT 最终定位到华中和华北的未解照片定位改到了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浅漠县塔中镇，一个是沙漠深处，一个是绿河垂柳。我倒是要看看 GPT 识别到这个 GPS 定位数据后会不会精神分裂，自我怀疑。照片发给 GPT 后，他还真抓取到了照片的定位信息了，并立马查找了定位附近河流的照片，尝试匹配结果，试图给照片与 GPS 定位的不合理性进行狡辩。最终 GPT 认为照片 GPS 定位所在地的280公里外存在绿洲，因此确定照片就是在新疆拍的。等下，你是不是忘了你刚刚才告诉过我这照片是在华中或华北拍摄的？由此可以总结，目前 AI 的神奇之处，一部分归功于你们上传的照片是原文件。GPT 会优先读取照片的文件信息，确认照片是否有 GPS 定位数据。如果数据存在，即使拍的是地砖，它都能直接告诉你定位。而且，即使图像的内容与定位有天壤之别， GPT 也会优先相信定位信息，并试图说服自己相信定位的准确性。除此之外，目前的 AI 基本是使用图像局部识别加模糊搜索的方式进行推理解题，先是划定一部分区域进行识别，然后配合其他线索进行多条件模糊搜索，假如结果中与原图匹配，则输出答案；假如结果与原图不匹配，则换区域识别，继续通过其他信息进行模糊搜索，直到找到答案为止。只要某一次局部识别加模糊搜索所得到的结果与原图相符，则这就是答案。因此 AI 的这种解题策略非常像撞库行为。此外， AI 的空间想象能力和图像编程解题能力在本次比拼中表现一般，对国外数据比较充分的题目比较擅长，却对国内的图像接连栽跟头。因此 AI 在我这里属于那种能解 0.5 星到 1.5 星图像的推理初学者。 0.5 星是有时候它连一些图像都识别错误，而 1.5 星是因为它图像识别之外还能配合模糊搜索解题。在测试 GPT 的时候，我也对国内且国外的大部分 AI 进行了测试，包括了一些专门为定位而开发的 AI， 感觉它们的区别都不大，各有优劣。而 GPT 的 O3 推理模型算是里面的佼佼者了，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了 GPT 作为本次 AI 对战对手的原因。最终真人6-2胜出 AI， 给人类扳回一局吧。那为什么宇科军会输给 GPT 呢？目前图像推理定位有两种形式，分别是网络迷踪和图寻。图寻上的是全球的街景图，几乎全是街景车拍摄的路面全景图像，他们一般需要根据图像中的路面信息、植被、地形、建筑形式、电线杆样式等判断出国家地区，并无限接近取景地即可。不可查资料，但取景单一，精准度要求不高。一眼日本啊，这是日本的低相机，而且好像还有日本的柳松。不过这种松树分布的很广，我一般都会选在名古屋附近。而我在做的网络迷踪，则是包含路面街景在内的全球任意角落的照片，根据照片信息，通过分析推理、工具运用、数据查找等途径，准确定位图像的拍摄点。因此，我们可查资料，但取景多样，要求精准定位。得出
这是一辆从瑞典马尔默开往丹麦哥本哈根的火车。总结：仅凭照片信息，这名犯人在下午1点到2点之间，在厄勒海峡大桥上的火车上，东向西往丹麦哥本哈根方向逃离了。请把追踪和抓捕方向。因此，宇科军与 GPT 比的更多的是记忆力，而不是网络迷踪的逻辑推理能力。论记忆力 ，AI 动辄就上百 TB 的数据量，这就是宇科军输的原因。最后来个总结，我个人觉得，就网络迷踪图像推理的领域而言，就像这位粉丝的评论所说，一般都是真人比 AI 强，毕竟 AI 只是一个工具，人可以去用 AI， 但 AI 却不能用人。或许随着 AI 的发展， AI 能够超过大多数人，但是很难超过少数精英。喜欢我的视频，请一键3连关注一个吧，我是地图侦探，一个做推理的 UP 主。下课。